南传上座部所传承的经典叫南传大藏经，也叫巴利藏，因为它所用的语言呢是巴利语，这可以说是常识了。但是呢，代表某种语言的巴利语这个词汇其实并不见于南传三藏中，把传承南传佛教藏经的语言称作巴利语，明显的是从17、18世纪西方殖民东南亚开始。那么原来巴利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好，我是建勋，欢迎跟我一起来从各种角度探讨早期佛教经典。这集影片呢，我们要来说说巴利语背后少为人知的有趣故事。讲到巴利语，罗马拼音呢会有两种形式哦。那前者呢是更为常见，不过随着英语世界对佛教的兴趣日增，这两个学术界所用的正式拼法也就被简化为巴利，变成一个英语字汇了。原来巴利的意思呢是线。行在梵语的意思是桥或是渠道。巴利这个字出现在上座部的注释书和史书当中，阿利呢，有时呢，在注释书当中会和摊体这个字互用。摊体和我们所熟悉的书塔的意思也都是有限的意思。那摊体和帕利呢，都含有圣典的意思。帕利在注释书当中呢，是用来指经典，以便和注释书呢区分开来。更精准的来讲呢，是指经律论三藏，也就是佛教的根本文献。诶，问题来了哦，那这些用法都和语言没有关系耶，而且通常一个语言的命名会和呢这个语言的特定区域或是民族来称呼，但是呢，我们却找不到和巴利语相应的巴利国或是巴利族之类的哦。那么巴利语一词是怎么来的呢？很多学者都指出，这应该是起源自对帕利巴萨这个复合词的误解。帕利巴萨出现于绝云论释的注解中，巴萨是语言的意思。那么帕利巴萨也就顺理成章的变成巴利语了。刚刚我们讲到，帕利在上座部典籍当中的文意是指经典或是圣典。那么帕利巴萨可理解为什么呢？那就是经典的语言或是经典语言。那刚刚我们讲的这些理解呢，它在文法上其实是有同位语词业式和属格依主式的差别。举例来说，皇家如果我们用同位语词业式，姓黄的就是这一家，这一家是姓黄的，而属格依主事就变成是姓黄的家，这一家是属于姓黄的。所以当帕里巴萨理解为经典的语言时，是属格依主事来理解。换句话说，这个语言呢是属于经典的，用经典来限定巴萨语言的内容。而巴利语的理解是同位语词业式，也就是这两个名词的地位是相等的。巴利语是指一种语言，这种语言的名称叫做巴利。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帕利的原意是经典，那把帕利巴萨理解为经典语言，并做同位语词业式，说经典是一种语言，那语言是一种经典，那这样子的理解就很奇怪了。虽然巴利语已经是大家公认接受的名称，但是溯源回原来上座部的经典，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巴利语恐怕是来自于帕利巴萨的误解呢。那么在西方世界当中追溯起来，谁最早叫出巴利语这个名称呢？我们看到，在1875年，Robert Cathar Churches 出版的巴利语词典注解说，英语用巴利来代表南传佛教的经典语言，是来自锡兰僧伽罗语，还强调这跟当地人的用法是一样的。这可能呢是在 Churches 之前，在1824年有位传教士 Benjamin Croft 出版的巴利文法书当中，已经有用到这个称呼了。还有1826年有一篇讨论印度半岛恒河流域的圣典语言文章，也已经用到这个名称。不过在这篇文章追溯到底谁是第一个在西方世界提到巴利语的，那么就追溯回是1687年法王路易十四派遣到暹罗国的大使 Simon de la Lobre，他在1691年写的一本《暹罗王国记》，在1693年呢出了英译本。在这本书中呢，他谈到泰国的宗教，他说泰国宗教所用的语言呢叫巴赖和泰语是不同，而且呢和梵语很有关系。和 La Lobre 同时代的其他作品呢显示似乎在17世纪末，泰国呢已经用 Pali 来称呼上座部佛教经典语言了。
可是这个流行的用法，会不会就是传教士自己制造出来的呢？新近的研究说呢，甚至在拉罗布瑞之前，来到泰国的法国传教士已经提到，泰国当地人是用巴利来称呼他们的宗教用的语言。然而，这是真的吗？还是传教士错解了当地人告诉他们的讯息呢？为了解答这个疑惑呢，Norman 他提出来在这个缅甸1861年有一本当地著作的教史有出现呢，似乎是把巴利当作是一种语言的用力，而教史的内容根据是更古老的缅甸文献，所以会不会是在缅甸当地其实很久以前就有这种用法呢？当然我们是不得而知啦。不过 Norman 也指出怎么会在上座部3个不同的地区泰国、西兰、缅甸都产生了一样的误解呢？这真的也是太巧了。从18世纪以来呢，西方把巴利语当作是上座部的经典语言，但是我们知道，在上座部经典里面呢，巴利一词的原意是指经典、圣典，相对于后来所衍生的注释书，并非是指语言的名称。巴利语可能是来自于帕里巴萨的误解。然而，到底谁是始作俑者呢？已经是不可考的无头公案了。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巴利语是大家叫出来的，虽然是源自于误会，但是呢，也已经被大家接受它所指涉的内容为何。换句话说这个名称是众因缘和合所产生的一个假名。随着我们探讨这个美丽的误会，我们对上座部佛教又多认识了一点，也对帕利一词的内涵又有更丰富的理解。并且呢，再度体会到语言之为假名的工具性和随因缘变化的无常无我性。这集故事虽然有趣，但是我相信更多人更关心的是，巴利语到底是不是佛陀所说的语言呢？这个嘛，我们就下次再讨论了。下次再见，拜拜。